要是还嫌少，爸也可以等身体养好后，出去找份保安或者保洁的工作干干，一个月也能拿个几千块钱的工资。他活到现在70几岁就没有上过班，我都70好几了，你还让我去上班？哪家公司请保安要70好几的？凤晴凉凉的道，既然知道自己没有赚钱能力了，儿女给你多少钱的生活费，就不要嫌弃给少了。我是你讨厌的女儿，一个月给你1万块钱的生活费，很多的了。你若是嫌弃，我就只给你5000，你不够花，找你的儿子，或者跟你最疼爱女儿的亲妈打官司，争她的财产。郑华，1万就1万吧，你记得按时打钱过来。你哥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，有孩子要养，以后他们也会过得很困难，不像你轻轻松松的，没有压力，还能继承你妈留下来的大笔财产。凤晴，爸承认对你不喜，毕竟是亲生的，血缘细斩不断。你3个哥哥与你打断了骨头都还连着筋，你继承了你妈的财产后，拿出一部分，给你3个哥哥平分了吧，就当做是帮他们一把。他们的孩子上学要花不少钱，以后孩子们长大了，还要买房买车，娶老婆，样样都要花钱。你哥哥们年纪渐大，出去找工作怕是也不好找，他们创业的能力差，容易亏钱，以后怕是只能靠收点房租过日子，一个月就那几万10来万的收入，会过得很困难。凤晴不客气的道，别人一个月就1万几千块钱，要养家还房贷车贷的都能过日子，我哥他们一个月仅是房租收入都有几万甚至10几万，还说过的困难，教别人怎么活。他们想像妈活着时那样花天酒地，花钱如流水，做什么都有妈给他们兜底，老婆儿女都是妈帮他们养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想我妈肯定也用心栽培过他们的，是他们没本事，不懂珍惜，自己立不起来。妈能给他们兜底一辈子，啃老能啃一辈子。父母都有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平时在公司里拿点回扣，想方设法吞公司的钱，那些钱我都没有向他们追讨回来，已经是看在兄妹一场的份上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我大哥目前所有的资产加一起值8860几万，二哥的房产商铺没那么多，所有资产加一起也有5000多万。三哥喜欢买房买铺，我三嫂颇有点头脑，几家商铺都他们自己经营，固定的资产加一起有7000多万。再从我妈的个人财产这里继承2%，他们就有近亿的资产。还说生活困难，交普通人情何以堪？郑华没想到凤晴将儿子们的资产调查得清清楚楚的，顿了顿后，他轻声说道：“你哥他们那些是固定资产，他们的流动资金1000万可能都没有。爸不是叫他们回老家生活吗？他们在市里的房产商铺都转让出去，换成钱，带着钱回老家生活，或许还能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。以他们的资产回到老家，那就是个富豪了。郑华的老家是个小地方，他们回到老家生活，妥妥的富豪。过了年，海玲回来接管凤氏集团及凤氏的一切，我会和方瑶离开江城，到时候海玲他们怎么对付我哥哥们，我管不着也帮不上忙，别到时候他们想将房产变卖都卖不出去，又租不出去，呵呵。凤晴没有再说下去，只要他的哥哥们还留在江城，早晚都会一无所有，因为他们不会甘心，还会想着对付海玲，就会遭到海玲的反击，很容易就一无所有。他能做的就是劝哥哥们变卖房产，离开江城，连他都要离开江城呢。他不是说不相信海玲，不是说海玲就一定会对付他们，但人是会变的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？最好就是趁海玲他们现在不会对他做什么，他主动离开，不让任何人挑唆他和海玲对立，保留着最好的印象，最好的交情，算是给他们彼此间留点见面，不至于像仇人的后路。我哥哥们有家庭，那是他们的责任，与我无关。我没有义务帮扶他们，更没有义务帮着他们养儿女。只要他们培养好儿女，有能力自力更生，
不比留给他们一笔钱更好。没点本事，就算留了钱给他们也守不住。至于我妈的财产怎么分，我妈都安排好了，我会按照我妈安排的去分配，不占哥哥们一分的便宜。爸，以后我来看你，你最好就不要再和我说这些话，我听得烦了，以后就不来看你了。凤晴说着，又啃着她的苹果。郑华却被气得想跳起来揍这个女儿一顿，当然他也只敢想一想，不敢真的动手。别说方瑶就在外面，哪怕没有方瑶在身边，他也不敢对凤晴动手。这个女儿就是凤月的翻版，凤月到死都想拖着她一起下地狱的狠辣，让郑华现在晚上睡觉还会做噩梦，总是梦到自己被凤月一枪打死了，那种死亡带来的窒息感让他在梦里大汗淋漓。醒来后一摸，还真是满头都是汗。要知道江城现在冷得要命，不，凤晴比凤月还狠。凤月和他好歹是几十年的夫妻，还生了4个孩子。看在孩子们的面上，凤月很多时候也会给他一点面子。除了凤月后来朝他开那一枪，想把他带走，郑华心里清楚，凤月那样做是担心他死后，他会端着父亲的架子拿捏凤晴，他在给女儿扫清障碍物呢。凤晴对他这个亲爸就是一点都不客气的。儿子们让他劝劝凤晴，他劝了，但是凤晴不听。他尽力了，爸知道了，以后你再来，爸也不说了。记得每个月转生活费给爸。郑华最怕的就是凤晴一气之下1分钱都不给他了。见父亲怕了，凤晴才平心静气地道：爸也跟我哥哥们说一声，打官司财产也是那样分，在妈走之前。我是真不知道妈立了那样的遗嘱，那就是妈的意思，他们打官司必输无疑。惹毛了我，他们吃不完兜着走，抓紧时间把房子铺子都卖了。回老家后，过去几十年的生活让他们当成是一场梦吧。凤晴起身对父亲说道：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就好好休息，不要老在阿姨的面前说我们的坏话。自己什么身份地位，心里要清楚，也要认清现实。当年你选择嫁给我妈，就注定了你的人生路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你们郑家因为你的上门也得到了不少好处，等同交易，没什么委屈，公平可说。郑华的脸色一阵红一阵黑的，凤晴明显是听到了他向佣人抱怨的话。凤晴，你叫方瑶进来，我要和他谈谈。眼看凤晴要出去了，郑华顾不得尴尬，赶紧说道。凤晴扭头看了父亲片刻后，说道：我和方瑶在一起，他永远都是听我的，我嫁他或者他嫁我，都不会有彩礼或者嫁妆，爸不要想着从他那里要到彩礼，他赚到的钱都是交给我的，他连人也是我的。我跟他说了，我和他结婚不需要彩礼，也不会有嫁妆。郑华，你是前世没有见过男人吗？没有彩礼也嫁？他还真是想和方瑶谈谈彩礼的事，没想到凤晴摸清了他的想法，提前断了他的念头。他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还要什么彩礼？他没有向我索要彩礼就很不错了。爸，好好休息，我走了，跟你说过的话，记得和你的儿子们好好说说。凤晴就在父亲的吹胡子瞪眼睛的情况下走出了病房，交代了佣人几句，凤晴带着方瑶往外面走去，拿在手上啃着的苹果也啃完了，他将苹果核扔进了垃圾桶里，跟着他方瑶马上递来一张纸巾，让他擦擦手，心情好多了。凤晴笑，我爸被我气到，他估计能气上半天，等我哥哥他们过来看他，他能在哥哥们面前吐槽一阵子，也会影响到哥哥们的心情。不过他们最近的心情本就不好，自从知道母亲修改了遗嘱，按照修改过的遗嘱来分财产后，他的哥哥们就气得肺都炸了，想回凤家大宅搬东西又进不了大门。他们无非是想回大宅里拿走母亲生前用过的珠宝，母亲都留给他的了。嫂子和侄女们倒是能分到一套珠宝，当作是念想。方瑶宠溺地道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
别人的心情好坏与他无关，哪怕那个不开心的人是他未来的老丈人。两个人坐着电梯下到1楼，往门口走去，在门口却遇到了熟人，郑一帆的前妻，凤晴曾经的大嫂。她穿着厚厚的外套，站在那里等着，看样子是等凤晴的。凤晴看到凤晴时，她笑着叫了凤晴一声：“大嫂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来看爸的，还是你有亲戚住院？”凤晴问道。她曾经对3个嫂嫂没有好感，刚回来时，3个嫂嫂对她这个亲小姑子不好，一心讨好凤若，还帮着凤若针对她。后来她发现哥哥们在外面都有小3小4，嫂嫂们也知道了，在家里闹。她是站在女人的角度上看待哥哥们出轨这件事，很自然地站在嫂子们这一边，替嫂子们说话，也警告过哥哥们，他们不当一回事。直到父亲出轨被母亲抓个正着，3个哥哥也受到了惩罚，才会和外面的小3小4断了。嫂子们对他这个亲小姑子就好了很多。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，更是拉近了他和嫂子们的距离。凤大少奶奶娘家姓陈，她说道：“凤晴，我和你大哥已经离婚，不再是你大嫂，你以后叫我陈姐姐吧。我是来找你的，先去的公司，说你不在公司，我猜到你应该来了医院，便来了。”陈姐看了方瑶2眼，便和凤晴一起走着。她随意地问起钱公公的伤情：“我爸恢复得挺好的，不过他老人家说要多住半个月的院，由着他了。”陈姐淡淡的道：“他是借着住院想拿捏你吧？凤晴，我曾经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帮着你大哥算计坑害你，偏帮着凤若。后来我已经改了，知道谁是亲的。如今我是真心希望你能过得好。谢谢大嫂，我知道大嫂想说什么就说，我不会生气的。”凤晴一时半会改不了称呼，依是称呼陈姐做大嫂。你3个哥哥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你爸也是。以后你离他们远一点，要心狠一点，不要心软，不要被他们拿捏住，他们对你这个亲生的是没有一点亲情的。陈姐曾经和他们一条船上，很清楚郑一帆他们的想法。凤晴浅笑：“大嫂，咱们也相处了2年多，大嫂觉得我是那种容易被拿捏的人吗？”除了刚回来时，她假装软弱可欺，也不太想接管凤氏的一切，她摆烂，像一团烂泥一样。近半年来，她就不想装了，也无法再摆烂，坦然面对一切时，她的真性情流露。谁不说她不愧是凤月亲生的？说她心狠手辣，不输于凤月，也执着于凤家的规矩，凡事以凤氏家族为重。陈姐想了想后也笑：“那是姐想多了，你能拎得清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凤晴问起大嫂以后的事。陈姐沉默了片刻后，又抬头望天。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心情不好时遇着这样的天气，会更加的烦躁压抑。我想出去散散心，到处走一走，然后回来开家店铺，经营小本生意，赚点生活费，能养活自己就行。儿女们都在长大，他们的教育基金，你妈早就给他们备好了，也不用我操心，我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凤晴关心地问：“大嫂还打算嫁人吗？”陈姐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和你大哥的婚姻也持续了10几年，将近20年，在这么多年的婚姻里，我回想起来，更多的是一地鸡毛。过去是我贪图凤家大少奶奶的地位，贪图凤家比我陈家更好的富贵生活。”顿了顿后，陈姐继续说道：“可是最后我得到了什么？你大哥为了别人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那一刻我死心了，也明白了，好婚姻能为女人带来幸福，不好的婚姻尽是伤痕。我儿女都这么大了，不考虑再嫁，自己一个人也挺好的。若是遇到志趣相投的，可以恋恋爱，但不想再领证结婚。”凤晴说道：“我大哥他虽说他是我大哥，但站在女人的角度上看，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男人。
不值得托付终身。他出过轨，以后还会继续出轨的大嫂离婚，我是支持的。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不用管别人说什么。孩子们渐渐长大，也能理解你离婚的事。陈姐恩着，他们都支持我。孩子们出生后，家里是有保姆，但更多时候是我在照顾。他们跟我的感情最好。我和你大哥离婚，他们没有一个愿意跟着你大哥的。我反正不会考虑再嫁，孩子们愿意跟着我一起生活，我就全都带在身边。你大哥偶尔过来看看他们，培养一下感情，给点生活费什么的就行了。郑一帆对妻子的确没什么感情的了，有感情他就不会出轨，但他对自己的儿女还是很疼爱的，只是他总在外面跑，很少会陪伴孩子，总是给钱，以至于让孩子们视他为提款机爸爸。凤氏集团，你真的要放弃吗？陈姐换了一个问题，不是我要不要放弃，而是属不属于我的问题。明显它不属于我，凤家也不属于我，不是我的，我不想去抢。陈姐默了默后，又叹口气，说道：说句实话，私心里我还是希望你能接管凤家的一切。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儿女的亲姑姑，你接管凤氏家族，他们以后在江城才能好混一点。若是你放弃了一切，离开江城，以后你的侄儿女可能就那样了，他们没有继承到妈和你的精明及能力，倒像你大哥那样平庸一点，守财都未必能守得住，以后的世道越来越不好混。他们没有靠山，以后怎么办？凤琴安慰的道：大嫂，人各有命，我的侄儿女们或许不会很优秀，但是只要他们踏实肯干，还是能找到工作，过着稳定的生活。你和我大哥都有点资产，他们实在混不好，就回家继承家产了。你的房子、商铺不要变卖，出租，每个月收点租金也够生活了。以后孩子们实在没有本事，就让他们自己经营小本生意，店铺是自己的，不用付租金，赚到多少是多少，还能饿死他们。况且我妈给他们每人都留了点家产，足够他们花的了。不想投资，就存在银行里吃利息都可以；想投资，就得谨慎点，别被人坑得血本无归，或者又买房买商铺，出租出去收取租金。只要肯去想，肯去做，就饿不死。凤晴算是明白大嫂过来找她的真正用意了，应该是想劝她接管凤家的一切，不要将凤家拱手让人。说不定就是大哥去找大嫂过来当说客的呢。他们俩是离了婚，但他们还有共同的孩子，为了孩子的将来，大嫂都会放下夫妻个人恩怨，过来找他谈谈，劝劝他。凤晴看破不说破，不管谁来当说客都没用，不是他的东西他不要，最主要的是他就算想要也要不到，又何必再和管城那边的人斗个你死我活的。母亲的下场他看在眼里，不乐意自己也是那样的下场。他还年轻呢，不想死。妈留给我侄儿女们的财产我会分出来，成年的了就给他们自己打理，未成年的就交给各自的父母帮他们管理，待到他们成年后，你们当父母的再还给他们便是，那是你们的孩子，想来也不会坑他们，霸占他们的财产吧。真被霸占，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了，与他这个当姑姑的无关。陈姐沉默了一下后，替自己辩解一下：凤晴，我不是来催要我儿女们能分到的财产的，妈留下了遗嘱，要怎么分就怎么分，在你手里拿着，由你分配，我是100%的放心。凤晴不是凤若，若是凤若，她就担心自己儿女的那一份会被吞掉，凤晴就不用担心了。凤晴对所有侄儿女都一视同仁，不算亲近，但也不算疏远。孩子们接受能力强，在凤晴回来后，属于最先接受凤晴的人。他们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多了一个姑姑。凤若是姑姑，凤晴也是姑姑，不管亲生不亲生，他们都叫姑姑。
孩子们的世界也还单纯一点，对凤晴没有陷害及算计。凤晴对侄儿女们的态度就对比3个亲哥哥要好太多。过了年，凤家一定会易主，那个主不会是我，所以妈留下来的那些私产，我会按照妈的遗嘱分配好给你们大家。至于我哥哥们要去打官司，随他们折腾吧，除非他们能折腾的我妈死而复生，让我妈重新分配，否则他们折腾一辈子也改变不了那个结果。至于凤家的家产，那是凤家的，不是我妈的个人私产，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分配继承。大嫂今天来找我，应该是我大哥让你来的吧？知道我和你们现在关系好一点，愿意好好的说话，就让你们过来当说客。凤晴不客气地戳破了陈姐背后有郑一帆。大嫂回去后也和我大哥说一声，凤家大宅里值钱的东西，那是凤家历代家主留下来的传家宝，不能搬走变卖的。至于我妈的珠宝，她从我大姨那里继承来的，当然要还给我表姐他们，真正是我妈自己花钱买的。妈在遗嘱里也写明怎么分配的了。总之一句话，能分的我都会按照遗嘱去分配，不能分的谁都不要肖想，肖想也没有用。不要以为我表姐他们离开了江城就可以趁机做点什么，他们的人脉之强大，你们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他们也能把你们翻出来要回他们的东西。陈姐讪讪的，医院外面也有咖啡店，大嫂要不要去喝杯咖啡？我们坐下来慢慢聊。陈姐连忙说道，不用了，我回去看着他们写作业，寒假作业很多，不守着他们就会玩手机打游戏，那大嫂可得管着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沉迷玩游戏刷视频，有时间的话还是守着点好，不要指望孩子们自觉，就是我们大人都控制不住玩手机呢。小孩子们跟着沉迷手机，不也是大人们养出来的坏习惯？他们顾着玩手机，不想陪伴孩子，孩子们吵闹的时候，为了让孩子们安静，就给孩子们玩电子产品，这样各玩各的就不吵闹了。可也让孩子们跟着沉迷电子产品，等到孩子无心向学，成绩一落千丈，再来严加管教。不让孩子玩电子产品时，自是少不得鸡飞狗跳，甚至有些孩子会做出极端的行为，威胁大人说不给手机就跳楼，也有真跳楼的。每个孩子刚出生都是一张白纸，白纸上面会画上什么内容，不都是父母画上去的吗？都说父母是人生第一位老师，言传身教，影响孩子一辈子。陈姐爱口气地道，以前没有严管，现在的确是不好管了。我不管他们学习，还能母慈子孝，一管着学习鸡飞狗跳。有时候辅导他们写作业，能将我气成心脏病。凤晴不好接话，那你和方先生回去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哪天若是真走了，提前跟大嫂说一声，我们一起吃顿饭，以后不是姑嫂了，但还能当朋友来往，你永远都是我孩子们的姑姑。凤晴在做着离开江城的准备，陈姐是知道的。姑嫂俩在医院的停车场上分开的，凤晴站在车子旁边，目送着大嫂远去，直到看不见大嫂的背影了，她才上的车。郑一帆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咖啡店等着前妻，他已经喝了2杯咖啡，不知道前妻和凤晴谈得如何，凤晴能不能听进去？郑一帆心里告诉自己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却又忍不住希望，所以就有点紧张。看到前妻推门进来，他马上起身朝前妻招手。陈姐走向他，在他的对面坐下。要喝咖啡吗？我帮你要杯咖啡。郑一帆殷勤地问着前妻。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告诉你结果的。凤晴决定的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你们不要再折腾了，没用的，也不要想着打官司什么的，也没用的。遗嘱就是你妈留下来的，并非凤晴自己更改。遗嘱是真的，你打官司根本改变不了什么，老老实实的接受吧。以你妈的个人身家来算，你能分到2%，
其实也够你余生吃香喝辣的了。我们儿女的那一份都给我，我给他们保管，等他们成年了，有能力后，再交还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经营打理。郑一帆会再婚，没有离婚时，他都在外面找女人。恢复单身了，儿女又不跟他生活，他不找女人，鬼都不信。再婚的可能性非常高。陈姐担心儿女的那一份落在郑一帆手里，会被他花掉。趁他还没有新欢，对孩子们也还好时，先拿过孩子们的那一份。孩子们的抚养费，你按照咱们说好的，全都一次性付清，免得你在婚后，再婚妻子管着你的钱，不让你支付孩子们的抚养费。郑一帆的心凉了半截，骂了凤晴一顿后，不甘心却又认清了现实。他说道：妈分给他们的那一份都给你拿着，孩子们的抚养费我回去就一次性支付完给你，不会欠你的，都按照离婚协议去办，反正也是给他的儿女们。父亲说的，只要前妻想要孩子，孩子们都给前妻。当妈的始终是疼爱孩子的，没有儿女在身边，他以后再婚也方便。郑一帆那颗风流的心已经蠢蠢欲动，离了婚，老母亲又死了，再也没有人管着他，他是个自由身了，可以光明正大的泡妞，遇到真正喜欢的，还可以再当一次新郎，将人家娶进门，然后再生2个孩子，反正他有钱。陈姐起身，凤晴让我说的，我都说了，你们自己决定，以后没什么事，不要打扰我。想见孩子，你打电话给他们，征求他们的意见后，随时能跟他们见面。他不会拦着孩子们和郑一帆见面。郑一帆恩着，并没有挽留前妻，可能是知道真的无法改变结局吧。郑华父子4人最终没有再折腾下去，凤晴得以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。年25了，海林和陆东明在这天从江城飞回了管城。走出机场，就看到洋洋像只快乐的小鸟冲过来。妈妈！洋洋开心地叫喊。海林也快走几步上前，抱住了跑过来的儿子。妈妈！洋洋一把搂抱住妈妈的脖子，不停地叫喊着妈妈，叫着叫着，他忽然哭了起来。洋洋怎么哭了？海林抱着儿子，看到儿子哭，以为儿子不舒服，松了点力道，想看看儿子。小家伙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，不让他看，声音哽咽的道：我想妈妈，我好想妈妈。海玲的心软成了一滩水，他又心疼又自责不已。儿子哪怕很聪明很懂事，但还是个几岁大的孩子，跟妈妈分开了几个月，说不想妈妈那是假的。没有见到妈妈时还好一点，见到妈妈了，高兴过后就会觉得委屈，忍不住哭。洋洋就是这样。海玲哄着儿子好一会儿，说了寒假期间会一直陪在儿子身边，才哄住了哭泣的洋洋。海童夫妻俩走过来，海童递给姐姐一包纸巾，姐帮洋洋擦擦。海玲帮儿子擦了眼泪鼻涕，看向妹妹，见妹妹的肚子隆起来了，她说道：你东明哥已经通知家里，会有人过来接我们的，不用你跑一趟的。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坐那么远的车过来也累。姐，我不累。海童浅笑的道：洋洋知道你和东明哥今天回来，大早就催着我们出门过来接你们。他的肚子其实也不是很大，坐1个多小时的车，出门走一走他还能承受。我跟陆太太说了，不用安排人过来接机，我和战印过来接你们回去就行。说完后，他朝陆东明笑着问好。有爱情的滋润，平时给人很粗的陆东明都显得温和了很多。姐姐终于回来了。海玲放下了儿子，洋洋哭过了，但还是喜欢黏着妈妈。就是旁边的陆东明此刻都抱不到他，只能伸手摸摸他的小脸。小家伙还嘟着嘴，一脸的不开心，抱怨陆东明：陆叔叔去找妈妈也不等我回来再去。陆东明说道：你说要玩好久才回来。
我就先过去了。现在我和你妈妈不是回来了吗？以后再出门一定先问过你。这次就不要跟叔叔生气了吗？叔叔给你买了好多新的玩具，来，让叔叔抱一抱，叔叔可想你了。才不是，叔叔一点都不想我，叔叔只会想着我妈妈。我也想妈妈，我要跟着妈妈。妈妈不在身边，又玩得疯狂时，洋洋的确不会想着妈妈。但是见到妈妈后，他就会觉得委屈，觉得妈妈把他抛下了，那么久都不回来。平时只能靠着视频通话见面，就是视频通话也不能天天见。妈妈很忙，经常是没有时间，或者要很晚才有时间，夜太深时，她早就睡着了。海玲也觉得委屈了儿子，她再次弯腰抱起儿子。在你开学之前，妈妈都陪着你。她在儿子的小脸上亲了亲，妈妈是工作太忙，没办法兼顾你，但在妈妈心里，你是最重要的。妈妈最爱最疼的就是你，妈妈这么努力，也是为了能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洋洋回亲了一下妈妈，说道：妈妈，我知道，可我就是想妈妈，妈妈好久不回来，我见到妈妈很开心，开心过后就想哭。他也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转变。海玲搂紧他的小身子，姐，我们先出去，上车后再说。海童摸了摸外甥的头，洋洋，你下地走路，妈妈刚回来，也累的，让妈妈休息休息。没事，我抱着她。洋洋挣扎着下地，不用妈妈抱着走。转而他爬上了陆东明的大腿，让陆东明抱着他。陆东明的保镖推着他，洋洋坐在陆东明的大腿上，就不用走路了，陆东明也不会累。小家伙还很傲娇地道：陆叔叔，我不是原谅你了，我只是不想累着我妈。陆东明笑道：是，你还没有原谅我，就让我抱着你一起走，不用累着你妈，也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，你看着我表现好了就原谅我哈。那要看陆叔叔的表现。洋洋一本正经的。陆东明又笑，随即在他的小脸上连亲了好几下，亲得洋洋嫌弃地推开他，吐槽：陆叔叔多久没有刮胡子了，胡子扎人的很。他看了陆东明两眼，又说道：陆叔叔不刮胡子，像个老大爷一样，我妈妈会嫌弃你的。海玲，洋洋，妈妈是那样的人吗？陆东明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是陆叔叔的错。陆叔叔回去后就刮掉胡子，时刻保持着年轻帅气，配得上你妈妈。他脸上若没有那道刀疤，他的确算得上是个帅哥的。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走向停车场，陆东明和海玲带着洋洋上了一辆车，战印夫妻俩又是一辆车。在几辆保镖车的护送下，两辆豪车驶离了机场的停车场，往市中心驶去。海玲有自己的家，她是先回自己的小家，把行李放下，略作片刻，她才跟着妹妹夫妻俩一起去了悠悠山庄，在战家用过饭，跟长辈们聊聊天，说说江城那边的事情，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。海玲既然回来了，洋洋肯定是回家跟着妈妈一起住的。她在用过午餐后，就自己跑回房间收拾她的东西，连同玩具。大人们聊得正欢时，小家伙拖着他的小行李箱，一边手还提着2只布偶玩具，下楼了。洋洋这是要走了吗？看到小家伙收拾好东西下楼，唐君夜不舍地道：就不在这里多住2天。他起身走过去，走到洋洋的跟前，温声问道：洋洋不多住2天吗？你走了，我们都会舍不得，会想你的。家里有个小孩子，热闹很多，战家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洋洋。唐君夜从洋洋的手里拉过了小行李箱，再腾出一只手拉着洋洋的另一只手，2个人一起下楼。洋洋边走边说道：唐奶奶，我会天天过来看你的，小姨和姨丈都放假在家里了，我只要有空就过来玩，陪你们。我妈妈回来了，我想跟妈妈，她都好久没有跟着妈妈生活了，我还要过来和九叔一起玩。唐奶奶，你见到九叔后，记得跟九叔说，
赶紧写作业，过年的时候带我去放烟花。市区禁烟花，油油山庄在郊区，而且自身拥有一大块的草坪，在草坪正中央放烟花，就不用担心会引起火灾。站家早就准备好了很多漂亮的烟花，就等着过年的时候燃放。小孩子就没有不喜欢看烟花的，洋洋还想自己放呢。站九少还买了很多适合洋洋这个年纪玩的小烟花，洋洋早就惦记上了。山脚下那些小朋友已经开始玩上小烟花了，洋洋只有跟着站九少的时候才能玩上一玩，平时小姨不给他自己玩，怕不安全。九少的亲妈笑着接过话来：“你九叔早就写完了作业，现在在刷题。他的哥哥们都送了几套卷子给他当新年礼物。”洋洋很是同情的道：“还好，我没有那么多哥哥，以后不会有哥哥送我那么多卷子当新年礼物。”他年纪小，也知道被送几套卷子当新年礼物坑死了，万分同情九叔。哥哥还是不要太多的好，一人送一套卷子都有8套了，想想都头大。此时洋洋完全忽略了哥哥多的好处，众人都笑。老太太朝洋洋招手，洋洋便走到他跟前，很自然地钻进他的怀抱，被他抱了起来。洋洋回去好好陪陪妈妈，过年再来陪太奶奶，太奶奶会想你的哦。海玲刚回来，是要让母子俩团聚。年后海玲又要去江城，估计又是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回来一趟。在江城那边的局势未稳定之前，母子俩都会长期分离。